是谁把一窝卵大辣辣的下在菱角田上，还毫无遮掩？不过也别担心，因为只要镜头一拉开，就可发现，这4颗卵其实还蛮融入菱角田的环境，颇具保护色的效果呢。那么下这一窝卵的是它吗？还是它？还是它？答案终于揭晓，原来是这只水蛭的卵。但它却非常谨慎，也不直接飞回巢，而是先待在巢的附近观察一番，还频频低头整理腹部羽毛。不过由于它实在蘑菇太久了，我只好快转。45秒后，它终于回巢。然而回巢后的水蛭竟然又不坐下去孵卵，只是半蹲着继续频频低头整理羽毛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它正努力在做孵卵前的准备。因为鸟类在孵卵期间，腹部羽毛会自然脱落，形成一块称为孵卵般的裸露皮肤，好让皮肤能直接将其体温传递给卵。因此这个动作便可刺激其腹部的血液循环，不但可让羽毛加速脱落以形成孵卵斑，也有助于保持巢与卵的清洁卫生，所以可说是这只水蛭公鸟准备承担孵卵重任的自然行为表现。等等，刚刚说这只孵卵的是公鸟，不是母鸟。没错，它们是少数实行一妻多夫制的鸟类。而且公鸟不仅要独自承担孵卵的责任，还要负责把这些孵化后的雏鸟一手带大。不过由于水蛭的雏鸟跟小鸡小鸭一样是早熟性的，因此孵化后不久就可行走，跟着鸟爸爸四处移动，自行觅食。而鸟爸爸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带领雏鸟以避开危险。像此刻的危险，就是我这个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。所以为了引开我的注意，鸟爸爸就会先飞离到较远处，再深深呼唤着雏鸟过去。但这个小家伙的神经有点大条，似乎一点也不担心。还好它不仅个子小，还自带了绝佳的保护色，因此置身在这样一片菱角田中，真的不太容易被发现。最后，鸟爸爸终于把4只雏鸟都唤回到身边，也跟我拉开了安全距离，便安心地带着雏鸟觅食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突然下起大雨，鸟爸爸立刻又成了雏鸟的保护伞，为雏鸟遮风挡雨。不过只要雨一停，它就会立刻将躲在其羽翼下的雏鸟放出来觅食。难怪水蛭公鸟会被誉为鸟界中的好爸爸。然后大约需时2个月，这些雏鸟才能长大独立成为亚成鸟，如同人类的青少年一样，可以自己行动，自己觅食。那么水蛭母鸟哪去了呢？这一只就是水蛭母鸟。原来它是只管产卵，而不管孵卵和育雏的。因此在产卵后，它就会到别处去找其他有地盘、筑好巢的公鸟来继续繁殖。而且听说栖地状况好时，一只母鸟在一个繁殖季最多竟可产下8窝的卵，
实在非常惊人，但也非常辛苦。那么到底公母鸟怎么分辨呢？其实它们的外观几乎一样，最明确的差异就是体型大小。那刚好可以拿这一对来做比较。右边体型明显较大、较粗壮的就是母鸟，左边较小的则是公鸟。而且它们俩还已完成配对，准备繁殖了。那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你看前面这只母鸟正把尾巴翘得高高的，其实就是对身后的公鸟表示满意，愿意和它一起生下后代，并托付给它来照顾的意思啦。